叶俊是我的夫君，13岁便随父征战保家卫国的叶家少将军。我与他家世交，年少相识。在风铃退婚后，我沦为京城笑柄时，他突然上门提亲，3枚9拼10里红妆。他说武将家的女儿值得最好的。新婚之夜，他怜惜我还年幼，便不曾碰我。原帕上的血迹都是他割破了手掌留下的，那样的温柔，如今全被毁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噗！我一口鲜血猛地喷出，强行用内力冲破药力的反噬，压迫得我五脏六腑剧痛无比，还敢用武功？回过神来的风铃讽刺一笑，大手却附在了我的天灵盖。察觉到他的意图，我开始猛地挣扎。他竟然想废我武功！你疯了！我强忍着五脏六腑震碎的痛，想要冲破被药物抑制的穴道。你以为给你下药只是为了让你温顺地在朕身下承欢吗？他的面容有些扭曲，手掌越收越紧。若是没有被下药，风铃是断然是治不住我的。无尽的恐慌自我内心深处开始蔓延。不，我不能没有武功，求你！我眼角噙着泪，动弹不得身躯，只能不停地摇头。云芝，你若在3年前便这般温顺，朕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他靠近我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颈处。当年你若是再等朕数月，朕便能纳你为侧妃。谁知你就这般急不可待嫁给叶俊，难道是早就和他暗度陈仓？他状似温柔的残忍一笑，而后大手移开头顶，直直扯过我的身子，扣住我的脖颈，与他疯狂的眼神对视。这3年，风铃殷勤不断，世人全然忘了当初他退婚时如何决绝，让他赚足了不嫌弃叶少将军夫人再嫁之身，情深意重的名号。如今刚登帝位，便直接封我为陈妃，还下药逼我就范。臣妾有没有暗度陈仓？陛下现在应该知晓。由于被扼住脖颈，我的脸涨得通红。哼！他像随手扔掉一块破布一般，将我甩向床上。云芝，你的棱角太锋利了。风铃继续栖身而上，手指一寸寸拂过我。一介女流尚且如此，那云景岂不是更甚？陛下，家兄待朝廷定是忠心耿耿的。我咬牙出声：云景是我的哥哥，他在威胁我。风铃沉默片刻，就在我以为他会放过我时，他突然抬手猛地向我头顶一击，腥甜一瞬间涌至喉间，我甚至来不及思考，全身便被侵入骨髓的痛浸透。哦，鲜血源源不断从我口中呕出，目光涣散，满身的骨节与内脏在一寸寸破裂。武功既废，我感受到自己内力正在流逝，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绝望地合上双眼，舌尖抵在上下齿之间，正欲了断，却在下一秒被风铃卸了下巴。他眼底布满阴云，垂在一旁的手止不住颤抖。乖乖做朕的陈妃，妃位有的你都有，否则朕不介意让叶家与云家同你陪葬。昏迷前，我听到他暴怒的声音，如是说。我昏迷数日才醒来，身体余痛依旧钻心，下颚也隐隐作痛，不知是他何时给我接上的。娘娘，你醒了。见我睁眼，刘月欣喜地开口：我以云家之女的身份在嫁宫中，刘月影月便是我的陪嫁。我睡了多久？我沙哑着声音开口：回娘娘，有3日了。影月红着眼眶道：哭什么？我还没死。我瞥了他一眼：娘娘。刘月与影月突然跪下磕了个头，奴婢求娘娘爱惜自己。
看着他们低垂的身子，我沉吟片刻，而后叹了口气，知道了。得我回答他们，却丝毫没有要起来的迹象。我皱眉道：“有话便说。”叶二公子被陛下派往了西北。刘越、影月对视一眼，最终还是刘越开口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就紧身侧床单，只觉得胸口又在翻涌。今晨卯时，陛下说，若是娘娘在那般，便不止西北。刘越话说得断断续续，我却明白了，如今的我没有任何与他抗衡的资本，就连性命也不由自己做主。因为无论是叶家还是云家，风铃想要掌控我都太容易。我深呼出一口浊气，而后慢慢放开紧握的拳头。夜色可跟着他。夜色是3年前由叶家军残余旧部一手建起的暗部组织，虽然势力并不大，却也可保住叶家一方平安。当年叶家之事在朝堂上本是灭族之罪，是我父亲弃了云家的兵权做担保，才没有赶尽杀绝。回娘娘一直暗中跟随。影月答：少将军也是13岁便跟着老将军出征，况且西北还有云少将军，二公子他不会有事的。我明白。我手指摁上太阳穴，头痛地按了几下。这几日宫中如何？娘娘被破例进封一事引起不少非议，不过陛下力排众议，如今倒也无人敢言。他翅膀倒是硬了。我冷笑，如今他大权在握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势单力薄、到处寻人庇佑的四皇子了。恕奴婢多言，如今娘娘才是陛下所重关键。刘越小心翼翼道：“好了，扶我起来。”见此，我扯了扯唇角。这2个丫头应是被那日我要寻死、被风铃扼下的模样吓到了。想到此处，我便瞥见了自己身上凌乱的痕迹，瞬间腹中一阵反胃。背水，我要沐浴，不知道换了多少桶水，我都觉得洗不净身上的污秽。我闭上眼睛，将整个人没入水中。3年前，我与叶俊成婚不久，戎朝便遭西戎入侵，叶家奉命带兵迎战，一切来得太快。我本武将世家出身，想随他上阵，却被他拦下。少年手握红缨枪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罩在盔甲下的双眸坚定有力。他当时说了什么呢？此战叶家倾巢而动，京城需主事之人。我信阿芝。然后我说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，可我只等到了10万叶家军过于激进，中了埋伏，全军覆没于西北的消息。先帝震怒，叶家也因此背负上失君之罪。曾经被百姓奉为信仰的叶家军，突然一夜之间受尽唾弃。彼时叶家一片混乱，老夫人一病不起，叶俊的弟弟叶晨也才10岁。按照宫里的规矩，新妃入宫是要去拜见皇后和太后的。我迟了些时日，让本就不待见我再嫁之身的太后更加不想见我。皇后娘娘，云家如今落败如斯，这云之一个乱臣贼子家的寡妇，却一举封妃。臣妾私以为不合规矩，一个残花败柳算什么东西？我这一身不太招摇的前子长锦衫来到凤仪宫时，一众嫔妃早已到了多时。面对众妃的不满，也算是意料之中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我踏入大殿行礼。如今宫中并无贵妃，皇后最大，因此我只需向她行礼便可。起来吧。皇后随意摆手。我抬头见她，一袭大红宫服，端坐于上位，容貌上有着中原女子没有的英气，可眼眸中却透露着丝丝淡漠。这位皇后便是当年的北狄公主衡月。陈妃娘娘好大的架子，竟让皇后娘娘、雪嫔、
雪嫔话还没说完，便被衡月打断：“你倒是能做起本宫的主了。”他眼神随意一扫，便带了些凌厉。臣妾不敢。雪嫔惶然低头，随意寒暄一阵之后，衡月兴致不高地由宫女搀扶起身，而后缓缓开口：“见也见过了，若无事便散了吧。”淡漠的眼眸却在转头前多看了我一眼，我礼貌性向他回之一笑，他便再没停留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由刘月搀扶着踏出宫门。站住！随着一声娇喝，雪嫔定身挡在了我身前。娘娘一入宫便是妃位，臣妾等还以为是何等绝色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他眼眸中带着轻蔑，身后跟着他的一众嫔妃也笑出声。本宫想着皇上一定不知你这般脾气吧。我缓缓开口，若没听错，刚刚骂叶家乱臣贼子的便是这个雪嫔。本不想惹事，她倒是得寸进尺了。臣妾是提醒娘娘规矩。她不以为然道：“你要叫本宫规矩？”我被她逗笑了。影月是。影月会意点头。雪嫔被扇得呆滞在原地，嘴角沁出了丝丝血迹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本宫一向仁慈，今日只是给你个提醒，若来日本宫再听到半句侮辱云家与叶家的言论，我摆弄着手上的护甲丹扣顿了顿，而后看向他：“本宫便来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你可知道我父亲是谁？”雪嫔捂着脸大叫道：“没兴趣。”我越过他便想离开，可他却直直扑上来。我下意识想要出手，但由于武功被废，倒是被他推了个踉跄。娘娘，刘月扶住差点跌倒的我，竟然这般弱了吗？我在心中苦笑。陛下。另一边的雪嫔则滚出数米，头上的发簪凌乱，好不狼狈。而不知何时，风铃已经到了跟前。我冷眼看着雪嫔声泪俱下、添油加醋地描述我如何，心中并无波澜。姐姐为了叶家打臣妾，莫不是还觉着自己是叶家的人？见风铃没有表示，她继续颤巍着开口：“臣妃有何解释？”她随意瞥了眼我，似笑非笑。雪嫔妹妹左一个叶家寡妇，右一个残花败柳，莫不是觉得陛下的眼神还没你好？学着她的话，我缓缓抬起头看向风铃，果然，在听到残花败柳几个字时，风铃的眼神暗了暗，看向雪嫔的眼神带了些冷冽。骄傲如她，又怎么会允许别人质疑？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闻言，雪嫔脸色一变，身子立刻跪在风铃身前，分明就是臣妃听闻臣妾提及叶家，恼羞成怒，打了臣妾。众姐妹都看到了，一语既出，身后的其他嫔妃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想来是谁都不愿意趟这趟浑水。文美人，你说？她猛地将身后一个紧绞着手帕的女子扯出来。陛下。这个女子应当是极紧张的，膝盖磕地的声音，我隔了些距离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文美人，快给陛下说，本宫是冤枉的。雪嫔面色急切，臣妾。她咬着嘴唇，似是下定极大决心般，闭上眼睛开口道：“臣妾亲耳听闻，雪嫔娘娘侮辱臣妃娘娘，残花败柳。嗨！还要教臣妃娘娘规矩，文灵儿，你这个贱人！”话音刚落，雪嫔的眼神蓦地染上一层阴霾，伸手就想来薅她头发，却在下一秒被风铃身侧的太监踹翻在地。文灵儿条件反射般抬手做出抵挡的姿势，想来是没少被打，知儿受委屈了。沉默片刻，风铃径直走过雪嫔，没有看她，直直搂住我的腰际。皇上英明，臣妾不委屈。我淡淡道。
接着就听到他在我耳边冷笑一声，而后阴沉开口：“雪嫔已下犯上，目无尊卑，即日起禁足雪阳宫，无诏不得出。”风铃罚了雪嫔，一路揽着我走回了未央宫。外人知道皇上有多么宠爱陈妃，可只有我知道他那在我肩膀的手几乎要将我捏碎。一进宫门，他便屏退了旁人，我被他猛地推倒在床榻上。他欺身而来，大手扼住我的下颚，眼里阴霾攀附而上。这么在乎叶家？他的声音冷入骨髓。臣妾不明白陛下指的什么。我吃痛皱眉，他果然是听到了。风铃疑心深重，又极好面子，所以不会在那么多人面前默认自己的妃子还在记挂别的男人。不明白。他冷哼一声，松开手，而后立在床侧屁视着我。朕突然觉得西北之地有云少将军已经足够，那叶晨便去西南吧。闻言，我心猛地一惊。西南相邻的东夷人虽没有西戎强悍，可那边朝廷的势力冗杂，且皇帝摆明了针对叶家，没有庇护的叶晨此去定然凶多吉少。陛下，西戎人野蛮强横，多一些军队驻扎也是好的。况且叶晨已经踏上了前往西北的征程，踏上征程又如何？还是说陈妃有其他想法？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臣妾不敢。我咬牙垂眸，云之，朕的耐心是有限的。风铃的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警告。闻言，我抓着床单的手指慢慢收紧。沉默片刻，我缓缓抬起头道：“臣妾这些年打理叶家习惯了，如今一时间还未适应，还望陛下给臣妾些时间。”朕明白。他突然弯下腰，手掌抚上我的脸颊，眼里的阴霾消退，随之而来的是点点三不达眼底的笑意与温和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当初叶家战败，叶少将军夫人也不过用了数日便适应残局。云将军弃兵权，武将老臣联名上奏后归隐，想必都是出自夫人之手。如今的环境相比于当年可是好上许多，智儿这般强大的适应能力，定是不会用比那时更长的时间吧？臣妾不会。既如此，希望今晚爱妃不会让朕失望。臣妾遵旨。得到我的回复，他意味深长一笑，而后拍了拍我的脸颊，便转身离去。待他走了许久，影月、刘月才进到室内。娘娘，影月今日是不该打那雪嫔的。见此，影月十分自责地低下头，打便打了，下次照样打。我理了理衣服，嗤笑一声。风铃那样一个极度自傲的人，容忍得了我一次反抗，却容不得第二次。此番就算不以雪嫔为由头，也会以其他逼我顺从。与其如此，为何还要受这气？刘月，把我那套紫云薄纱裙拿出来。影月，让小厨房准备些酒菜。是。我来到勤政殿时，门外的侍从便很识趣地退了下去。紫衫薄纱，淡妆微点，看着紧闭的书房大门，我闭了闭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而后一步一步踏上台阶。后来我逐渐明白，他只是想要占有我，被他遗弃的，不管是人还是物，都不允许再有第二个所有者。看清这一点，我便明白了该如何自处。从此我在魏因叶家波动半分，西南也好，西北也罢，任他折腾。果不其然，风铃对我的服软非常受用，几乎日日流连于未央宫。也因此进宫数月来，我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。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臣妾参见陈妃娘娘。正在院中小憩的我，被一道声音唤醒，抬眼一看，文美人对我行了个大礼。文美人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刘月，
四座。我微微皱眉，臣妾求娘娘庇佑。她没有起身，反而又对我磕了个头，然后缓缓撩起自己的衣袖。见此，我微微一惊，那双洁白如玉的胳膊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痕与指甲印。臣妾是不能再同雪嫔住下去了。她咬着唇，眼中含泪。我想起上一次，便是她站出来为我作证，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？我的语气缓和了些，臣妾人微言轻，皇后娘娘怕是不会在乎这些嫔妃之前争风吃醋的小事。那你便觉得本宫会帮你？臣妾那日帮过娘娘。她缓缓抬头，眼神中夹着不安、惶恐与期待。看着她的模样，我瞬间觉得有些可爱，可口中却依然淡漠。原来是在这等着本宫。不是，臣妾自闺中就听闻过娘娘巾帼不让须眉，与叶少将军。臣妾的意思是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文灵儿慌乱地解释着。我摆弄着指甲的手一顿，有很久没有在他人口中听到过叶俊了。无妨，你先起来吧。何时入的宫？我随意问道。臣妾今年16，是2年前选入宫的秀女，家父是礼部郎中。见我发问，文灵儿赶忙回答。在说到父亲官职时，脸上闪过一丝窘迫，想必是因着出身低下，没有被少嘲笑。礼部郎中文昌卿正是家父，这个人我记得，当初叶家墙倒众人推，除了爹爹与一些武将旧臣，朝中仅有一个文官站出来为叶家说话，就是这个文昌卿。那时他还是礼部尚书，后来不知是因着什么由头被降官职。我忙于叶家大小事宜，无法顾及，但想必是和叶家脱不了干系。可有想去的宫？我问。臣妾但凭娘娘做主。他低垂着眼，本宫对着宫殿也不甚了解，你便来未央宫住着吧。我状似无意道。臣妾多谢娘娘大恩。闻言他欣喜若狂，眼看着又要对我跪拜，还跪？晚了，本宫可要反悔了。是，臣妾告退。望向他着急离去的背影，我颇为无奈，摇摇头。娘娘为何要帮他？影月在一旁不解。多个人在未央宫，我就不信风铃还能日日只看着我。我云淡风轻道：刘月、影月，去把燕云轩收拾一下。我摆摆手，而后起身向屋内走去。是，作为一宫之主，随意调动个美人的住所，自然是在宫中掀不起水花。只是我的未央宫瞬间聒噪了起来。娘娘，尝尝臣妾炖的排骨汤。娘娘，这是臣妾做的荷叶饼。娘娘，今日臣妾做的是枣泥糕哦。知姐姐，今日份的如意卷。知姐姐，豆面饽饽来了。停！眼见着又抱着盘子从燕云轩过来的文灵儿，我太阳穴直突。他隔空眨巴眨巴眼睛。文灵儿，抱着你的东西出门右拐，御书房在那边。臣妾为何要去御书房？他歪头不解。争宠啊，争宠！进宫之前，你爹没教你在宫中要争宠吗？我咬牙切齿，眼看着已经被喂胖了一圈。我爹只让我在宫中不要惹是生非。我不愧是清正廉明文昌卿，是他教得出来的女儿。知姐姐，我似乎觉得你总是不开心。文灵儿将盘子放在一侧，双手撑着头看我。我瞥了瞥她圆嘟嘟的脸，没有说话。之前被雪嫔欺负的时候，还瘦得跟什么似的。来我宫中之后，不仅把我喂胖了一圈，连带着她自己的脸也圆润了不少。我第一次见到知姐姐的时候，姐姐一身紧身红衣，长发高束，自京城街中打马而过。爹爹那时说，若女子能上战场，你一定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将军。她捧着脸陷入回忆，
姐姐那个时候看起来要比现在开心，可明明陛下如今很宠姐姐呀，为什么呢？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我失笑戳戳她的脸颊，我只是想让姐姐开心点。她委屈地嘟嘴，那姐姐吃点开心的，这是我新研制的翠玉豆糕，你应该去御膳房当差，做妃子委实屈才。哎，我爹不让，他还真想过。我无奈叹了口气，将目光瞥向远方，不经意间看到了角落中落了尘埃的木棍，上面飘落着红绸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想起了那杆未能带入宫的红缨枪，可惜如今武功被废，身体柔弱的比寻常女子更甚，恐怕是再也提不动枪了。我凝视着庭院，恍然间，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少年的身影。他身着黑衣劲装，腰间叠蟹香尾，一头乌发由红色发带高束，眼眸带笑，手持长剑，躲闪着我的攻击。我进他退，我守他攻，他不曾使出全力，只与我打个不相上下。之耳，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我的回忆。我缓缓起身，向他俯身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他向我走来，垂眸能看到他离我越来越近的金丝镶边朝靴，后知后觉。文灵儿此时才想起行礼，这是文美人，文灵儿。我扬起标准的笑容望向他，如今这一套流程可是相当熟练了。臣妾见他是个伶俐的人儿，便安排住到了自个儿宫中。皇上不介意吧？知儿开心便好，他笑着说道。而后又上下打量了一番文灵儿，应该是在思索何时见过他。灵儿一手好厨艺，只是碍于陛下威仪，一直不敢前往打扰。这不，臣妾都被喂胖了不少。说着，我故作嗔怪地望了眼文灵儿，而文灵儿早已在行过礼之后便局促了起来。是吗？朕瞧瞧。风铃突然搂了把我，而后在我耳侧低语。朕觉着芝儿的身姿还是一如既往的纤细呢。他这一抱我的笑容差点裂开。稳住心神后，我微微退离他的怀抱。陛下今日来得可巧，灵儿刚做了翠玉豆糕，还是热的呢。好，不负我所安排。当晚风铃便翻了文美人的牌子，数月专宠我已然成了宫中重视之地。太后礼佛，不问后宫事；皇后横越，也不甚上心。且皇上看重，就算众人不满，也无人敢对我下手。而今日文灵儿侍寝，终于打破了宫中惶惶人心。如此这般，才能平衡后宫势力，以及不至于让风铃的占有欲消失得太快。毕竟在这后宫之中，我能倚仗的只有这个。日子就这样过着，而我安分地做着臣妃，不算愚蠢，也不太精明，时而能像解语花，时而在该不懂的地方不懂。而风铃似乎真的已经忘了曾经连先帝都十分忌惮的叶云两家。这样的日子转眼便过了3年。知姐姐，饭点准时报到。未见其人，便闻其声，定然是文灵儿了。小心点，孩子，慢点跑。我无奈地看着蹦蹦跳跳过来的人儿。8个月前，文灵儿被查出怀有身孕，便被晋为文嫔。这些年有这个聒噪的小丫头相陪，我寂寥的深宫生活倒是多了不少色彩。姐姐看我这剁椒鱼头，她身后的婢女端出一个大盘子，打开一阵辛辣的味道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文嫔娘娘如此爱辣，定然怀的是个公主。影月在一旁忍俊不禁，公主好啊，一定要是个和姐姐一样英姿飒爽的公主。文灵儿嘿嘿一笑，这是你的孩子，怎么就和我一样了？我无奈，臣妾未分低，到时候便要麻烦姐姐照拂了。她摇着头，发髻间的珠钗叮咚作响。你倒是打了个好算盘。我撑着头看着她，嘻嘻，
姐姐趁热吃。说着，她夹了块鱼肉到我碗中，你多吃点。娘娘，边关传来消息，二公子突袭东夷王庭，成功被封为征东将军。如今东夷已归顺我朝，饭后送走文灵儿。刘越进门，附在我耳边道：“有他哥哥的风采。”我欣慰笑道：“今年以来，东夷频频骚扰戎朝边境，见着戎朝西南军内斗消耗，抢了不少粮食。此战叶臣也算了结了一桩大事，只不过此军功算在了车骑大将军头上。”影月不满地说：“阿臣太年少，又是叶家出身，还是不宜太过张扬。”我抿了口茶，不以为意。当年风铃削弱了叶家云家之后，便提携了许多自己手下的将领，而这车骑大将军便是其一。车骑大将军也是雪嫔的父亲，如此战功，禁足了3年的雪嫔也终于看到了出头之日。何时还朝？陛下命皇后娘娘打理接陈宴，时间定在下礼拜3。同时，云少将军也会回京述职。影月说：“大哥回来了。”闻言，我心中一喜。自6年前叶家兵败，云家交出兵权，大哥奉旨戍守边关之后，我便再也没见过他。是的，娘娘，见我欣喜。刘越一边捏着我的肩，一边笑着。陛下还特地允许老将军和夫人进宫与娘娘一见呢，如今恐怕是快到了。快给本宫梳洗！我连忙起身，顿觉眼眶有点微热。入宫多年，当真是愈发感性了。我在未央宫门口等了许久，才见到父亲母亲被宫人引来。臣参见陈妃娘娘，臣父参见陈妃娘娘。快起来！我连忙上前扶起二人，却见母亲早已泪流满面。芝儿受苦了，落坐在主殿。母亲连连拭泪，倒是父亲稍显镇定，可眼神中的心疼却也藏不住。女儿如今身为臣妃，陛下待我甚好，并不苦。我扬着笑颜，瞥见父亲母亲两鬓已然攀上斑白，心中苦涩。是，芝儿若能为陛下添上个一儿半女，安过此生，倒也是极好的了。母亲叹了口气，我只是低头品茗笑了笑。为了叶家与云家委身宫中已然是极限，我怎么会给他生孩子？再说每次侍寝之后，我都会喝下避子汤，且当初他强行废我武功，伤了根本，此生怕是都与孩子无缘了。哼，此等罔顾将士性命的暴戾之君，给他生什么孩子？父亲突然一掌拍向一侧，父亲慎言。闻言我大惊，眼神示意影月刘越去外把守。父亲武将出身，难免有点心粗，此话若被有心之人听去，怕是会惹祸上身。只是能让父亲如此愤怒的，估计只有6年前的那一战。爹何出此言？我压低了声音。云婷，母亲警告地瞪了他一眼。我见父亲气不过的模样，愈发觉得事情不简单。娘，如果是和叶家有关，我便应该知道。我目光坚定，叶家兵败，实乃四皇子暗中阴谋。沉吟片刻，父亲才缓缓开口。轰！一瞬间，我感觉耳中一阵耳鸣。父亲，你说什么？我紧握着茶杯，声音颤抖。轻巧的一句话，似乎在暗示我这3年所有的如履薄冰都是一场笑话。而后我便听到父亲阐述了当年前因后果。这些年，大哥云景明里戍守边关，暗中却派人潜入西戎，探查当年真相。西戎入侵，本是风铃为夺太子之位与西戎太子的交易。风铃引诱叶家军进入西戎重围，而后一举全歼。此时他便率兵收拾些残兵，夺得军功。
西戎本就贫瘠，因此事成之后，风陵许诺西戎万担粮草。我只恨当初交了头狼。父亲额头青筋暴起，手中茶杯几乎捏碎。父亲打算如何？我深呼吸几口，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此次你哥回京述职之后，我与你父亲便打算一同前往西北，从此不问朝事。母亲捏了捏父亲的手，大哥恐怕不是这样想的吧？大哥与叶俊自小交好，隐忍多年查到的真相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过？这便是我与你父亲进宫的原因。母亲抬头看向我，眼神中带着恳求，继续道：过几日景儿回京述职，芝儿，你帮娘劝劝她，不要冲动。我明白了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胸口气血翻涌。待到父亲与母亲离开许久，我才忍不住喷出鲜血。被废武功的这些年，倒是愈发的孱弱了，身体缓缓从座椅上滑下，大殿的阶梯上洒下点点血迹。看着斑驳的红点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保家卫国，满门忠烈，血染沙场，原来都抵不过这朝堂的阴谋算计，权力相争，太可笑，真的太可笑了。我竟还天真的委身于这般草菅人命的皇帝，期待他对家人的庇护。哈哈哈！我抬手摸了摸冰冷的脸颊，心中苍凉一片。叶俊，你看啊，这就是你以命相护的江山，是他们不仁在先，那我给你毁了好不好？我日日算着行程，预计大哥会在今日抵达皇城，后日便是接晨宴，所以他会在今天进宫拜见皇上，参见陈妃娘娘，免礼。我急急挥手，绕开挡着我的侍从。臣妾参见陛下，恕臣妾失礼。听闻大哥回京，这才……我面露欣喜，走进勤政殿，果不其然，见着风陵坐在主位，而下侧是云景，还有车骑大将军。我的鲁莽显然使风陵有些不悦。罢了，今日便到这里吧。他随意挥手，算是默认了准许我与云景叙旧，留下了车骑大将军，其他人便退下了。多年未见，大哥的脸颊沾满了边境风霜，他一袭银甲未换，与我并肩而行。小妹，这不像你的作风。他缓缓开口，话语间责怪着我的不沉稳。哥哥，你应当知道，伴君如伴虎，如若做得太过滴水不漏，以风陵多疑的性格，必然会放心不下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直接将自己的缺点浅显地暴露出来。我轻笑一声，这也是我这些年与风陵虚与委蛇所秉承的原则。芝儿受苦了。沉吟许久，他抿唇定定看向我，眉目中有隐忍的懊恼。我回视着他的目光，顿了片刻，突然笑着拍了把他的肩膀，故作轻松道：好啦，你妹我如今在后宫一后之下，众妃之上，过得好着呢。倒是你，小时候你欺负我的时候，但凡有如今半分模样，我也不至于追着你满场跑。你呀，他紧皱的眉头微微疏解，眼神宠溺，一瞬间让我仿佛回到了还未出阁的当年。我听说你的武功。我在深宫要什么武功？我不以为然打断了他。他动了动嘴唇，想说什么中事，没有开口。此番回京可是要娶个嫂嫂带回边关。我挑眉，西北苦寒，就别连累那些良家女子了。他笑道：可你应当知道，如今你的事才是爹娘最为记挂的。我收回笑意，严肃地看向他，一语双关。我知道他能明白我所指为何。此番进京，我只带了100来亲卫。云景轻言解释。闻言，我提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。看来爹娘所忧，着实多虑了。你知道了对吧？他突然问我。阿俊他，哥哥，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
我轻松接过他的话，目光飘向远方，和爹娘回边关，找个好姑娘娶了，然后再也不要回来。你真的这样想？真的。与大哥道别后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让影月去探了几番，确保他真的只带了100多个亲卫，且并无造反之意后，才肯作罢。娘娘，不好了！文嫔娘娘见红了。突然，影月着急忙慌地跑进来，发生了何事？我直起身子就要往外走，文郎中押送粮草失误，陛下已经将其打入天牢。文嫔娘娘前去求情，跪了半日便。影月扶着我一边向外走一边解释：胡闹，孩子不想要了吗？我皱眉，一听便知这是雪嫔伺机报复。当年正是文灵儿的指证，让他被禁足3年。如今他父亲立了大功，自然要拿文家开涮。我踏入烟云轩，便闻到一阵浓烈的血腥味。陛下，陛下！父亲是冤枉的。文灵儿头发凌乱，闭着眼睛，不停想要抓住什么。灵儿，是我。我行至床侧，握住她的手，焦急开口：姐姐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她微微睁开眼：姐姐，求你救救我父亲。说完这句话，她便昏了过去。太医呢？太医怎么还不来？我向外吼道：回娘娘，太医院称无人有空。文灵儿的婢女一边抹泪一边说：就说是本宫有急，让他们速速前来。我愤怒拍了把床沿，一群墙头草。风铃这是存心要用文家给车骑大将军洗风尘了。我转头看着床上气若游丝的女子，心中一痛。前几日还在与我探讨如何教养公主的女孩，今日怎么就成了如此模样？不久之后，终于来了个太医，却在见到床上的文灵儿时，脸色一变。微臣出了事，本宫担着。我目光一凝，是。太医在我恐吓的眼神下，终于颤颤巍巍地拿出手帕垫在文灵儿腕上，给她诊脉。文嫔娘娘脉象虚弱，恐怕什么？恐怕龙子不保。你再说一遍。娘娘恕罪，实在是太医院的药材，微臣没有权利取来给文嫔娘娘用啊。太医冷汗淋漓，说话哆嗦。我看了看床上不省人事的文灵儿，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太医，知道他真的没有办法。你走吧。我叹了口气，谢娘娘，谢娘娘。他连连磕头而后连滚带爬地出了未央宫。娘娘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影月神色凝重地问。去勤政殿。我来到勤政殿门口时，见皇后横越正出来。若是为了文家，臣妃最好明哲保身。与我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横越在我耳边轻言：多谢娘娘提醒。我轻点头，而后便头也不回地踏入殿中。芝儿，你这么晚过来，所谓何事？风铃放下手中毛笔，抬头打量着我。闻言，我缓缓跪在地上，双手扶地，额头贴紧手背，给他行了大礼，继续道：臣妾恳请陛下救治灵儿腹中的皇子。我没有提到文家，只是希望他能念在皇子的份上放过文灵儿。可我到底是小看了风铃的狠心。朕最不缺的就是孩子。冰冷的话语一下击在我的心上。是了，风铃后宫妃妾众多，孩子自然也是多的。可他是皇室血脉，芝儿是在说朕狠毒吗？他目光冷冽，缓缓起身行至我跟前。臣妾不敢。这些年朕宠你，你倒是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他挑起我的下巴，轻蔑地看着我。臣妾入宫以来，便是灵儿相陪，没有陛下在身边时，都是他与臣妾解闷。臣妾不懂朝堂之事，只求陛下留下灵儿。我眼眶含泪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哦，此话当真？他摩擦着我的下巴，似是在思考此话的可信度。
朕明日便要处决文昌卿，只求陛下救灵儿。臣妾愿意做任何事。风铃最终还是准了太医救治文灵儿。本是盛夏，可燕云轩却熏起了浓烈的艾草，是在吊他的命，也是孩子的命。娘娘，时辰到了。刘月在外提醒道：“今日便是接晨宴，走吧。”我一身浅蓝宫服，头戴朱云双钗，款步向外移去。我落坐在皇后下侧，横月还是一如既往的大红宫服，神色清冷地扫视众人。我看着百官入座，见到了身鹤朝服的云景，眼神交汇间，我微微颔首，而后收回目光。而另一边，叶晨也已经进了殿门。我看着他与叶俊九成相似的眉宇，心中微叹：不，叶俊在他这个年纪多了些张扬与骄傲，而叶晨却更加稳重。想到此处，我心中微痛。刚刚过了叶俊的孝期，便嫁入宫中，他定然是记恨我这个嫂嫂的吧？宴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风铃滴水不漏地应对着各种对话。我在一旁深觉无趣，便找了个由头溜了出去。我漫无目的地闲逛在大殿周边，突然黑暗中的一个反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若我没猜错，那是刀剑的光影。可这宫内怎么会有人带剑而入？我不动声色向那处靠近，却在即将走近时，被一人捂住嘴，拖到了假山之后。我挣扎着，奈何力气太小，根本无法撼来人的力道。别动！身后男子声音沙哑的恐怖，仿佛被烈火灼烧过一般。见我逐渐平息动静，他缓缓放开我。你是谁？我瞬间拔下发簪抵住他的脖颈，却在下一秒被他轻松拧掉。我吃痛地闷哼一声，他赶忙放开我。你……他惊讶于我竟连发簪都握不住。阁下夜闯皇宫，若是被发现，可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冷静抬头望向他，只能看到一张被面具覆盖的脸。在下征东将军谋士南慕云。男子沉声开口，原来是叶晨的手下，不知南公子在此处，所谓何事？我语气软了些，见娘娘恐有性命之忧，顺手搭救罢了。他缓缓开口，你识的那些人？不识。一阵无言，我便想离开。娘娘最好别轻举妄动，今晚怕是不太平。他在我身后悄声说道，如今我与南公子这般，要是被人见到，不太平的便是本宫了。我没有回头，就在刚准备踏出去时，一阵杂乱的兵器碰撞声自殿内传来。我突然心里一紧，会是谁得罪了？南慕云蓦地将我拦腰搂起，飞身跃上屋顶。而此时我们曾站立之处涌出一大批人，反光的刀剑让我终于看清了上方的纹理。云家军，放我下去！我大骇地挣扎。哥哥分明没有带人回京，这不是云家军，娘娘还看不明白吗？阴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怎么看不明白？这群人手持云家特制兵器，可招式却没有一式出自云家。冷眼旁观，叶晨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我冷笑出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，此话一出，我竟能感受到身后男子沉闷的恨意与颤抖。叶家军永远为娘娘效命。在放开我后，他如是说。我跌跌撞撞地再次走进大殿时，只能看到被一箭穿心的父亲，撞死在一侧的母亲，还有被压在殿中的哥哥。满地的状纸纷乱地洒在地上，我随意瞥了几行字，竟是写了6年前的西北之战。哥哥，见此我再也撑不住身子，一把跪在了地上。是啊，我怎么会以为从小读着以身报国的哥哥会造反？他分明是想要给叶家讨个公道。陛下，陛下，
哥哥没有谋逆，一定是有人陷害。我疯了般朝风铃爬去。待陈飞回宫，高坐在龙椅上的风铃屁视下方，眼眸寒冷的让人如坠冰窖。不，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开恩！我不知疼痛的一下又一下磕着头，鲜血顺着额头流下而不自知。大哥！闻言，我满眼痛楚地望向他，摇头。陛下，臣死不足惜，今日却只想求个真相。被制裁的云景整个身子都被按压在地，随着他动唇便有鲜血溢出，而眼神却坚毅异常。而风铃却再也没给他继续发问的机会，大手一挥，无数长枪便刺穿了他的身体。噗！不，风铃没有杀我，他保留着我陈飞的位置，一切如旧。他说他知道这与我无关，不会迁怒于我。我说谢陛下，然后他便让我好生养着，等我想通再来见我。娘娘，皇后娘娘来了。我眼神空洞，盯着床幔没有说话。静待来人走近，他没有想谋反，他坐在我床侧，静静地看着我。身侧的侍从早已平退，我动了动眼球瞥向他，只见这位永远淡漠的皇后终于露出了其他神情。我知道人是风铃的。闻言，我心中竟没有诧异，早有猜测，不是吗？我在勤政殿发现了御林军调用令，见我不答话，他继续道：而那晚护驾的并不是御林军。知道了。我闭上眼睛，不欲再言。我其实很羡慕你，还有理由为他难过。恒月勉强勾了勾唇，像是在自嘲。你喜欢我哥哥，不是疑问，是肯定。和我讲讲云景的事吧。我终于正视了他。沉默良久，我缓缓坐起身道：大哥，他自幼便是京城的风云少年，与叶俊并称为皇城二子。年少征战，鲜衣怒马，我就知道他是人中龙凤。那年第一次入京，我便心悦他了。恒月静静听着我说，眉目安详。他的下一个目标应是叶家。我手中握拳，垂眸道：终究是我慢了一步。南暮云，理智回笼。我突然想到那晚南暮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我有办法联系上叶晨。他说云景此番并非毫无作为，至少让朝中不少老臣改变了看法。风铃以谋逆之罪铲除了云家，那叶家何不就真的坐实这罪名？我懂了他的意思。风铃交给我。我动了动睫毛。闻言，他拍了拍我的手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待他离开后，我端坐在铜镜之前，手抚上苍白的脸颊，而后拿起胭脂涂抹了一层又一层。时隔3月，我终于再次踏出了房门。屋外是文灵儿正抱着枕头满院子的跑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孩子。那些10日的高烧和父亲被斩的打击一下子击溃了他，后又早产加难产，孩子终是没保住，如今竟是变成了个痴儿。忘了也好，我静静看着那方，然后向外走去。如今入了秋，吹过的风已然有了些凉意。我端跪在勤政殿门口静待室内。哟，这不是骄傲的云家小姐陈妃娘娘吗？曾经的雪嫔已经被封为了雪妃，见我端跪，便前来嘲讽。哦，本宫倒是忘了，云家谋反，陈妃呀，已然是个罪臣之女喽。她轻蔑地笑着，见我不为所动，便一脚踹来，还装清高给谁看？够了！低沉的男声自室内传来。风铃踏过门槛，向我走来。他扶起了被踹到的我，道：芝儿终于肯出门了。云之罪臣之女前来请罪，朕说过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陛下见此，一旁的雪妃便十分不乐意了。这个贱人，滚！风铃一声怒喝，将雪妃吼得一愣，
下一瞬，我便被他抱进了房内。芝儿可是想通了，他问：云景谋反，实乃愧对云家列祖列宗。臣妾无颜面圣。我垂眸，云家是云家，你是你。他目光温柔地握住我的手，而后在我额头落下一吻。只要你是向着朕的，不管他人如何，朕都不怨。陛下待臣妾真好。我眸中闪着泪光，抬头看他，然后往他怀中靠了靠。芝儿只需记着，朕会永远护着你。感受到我的示好，他惊喜地回抱住我。臣妾如今只有陛下了。冬雪以来，风陵突然生了风寒，又恰逢众老臣不断上奏，要求重查当年西北之战。他终于熬不过众人施压，垮了下来。陛下今日觉得如何？我守在风陵床侧，为他喂药。他虚弱咳嗽了2声，而后握住我的手。朕没事，陛下再不可一宿一宿的不睡看奏折了。我皱眉横了他一眼，他却笑了起来。知而可知，朕等着一日等了多久吗？什么？我不解地望向他。我似乎从来都不知道他为何对我如此执着。其实少时朕得知父皇要将你赐婚于朕时，朕是欢喜的。知儿大抵是不会知道当年的你有多么迷人，只是后来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已经是朕的了。身体虚弱，又逢外界逼压，许是人在脆弱时总会变得感性。我从未见过这般滔滔不绝又没什么防备的风铃。看着芝儿为朕担忧的模样，朕很开心。他咧开嘴笑着，可看着陛下卧病在床，臣妾很不开心。我严肃地将药碗递给身侧偷笑的小太监，好好侍奉陛下喝下。本宫去小厨房看看。说罢，我便起身掀开帘子向外走去。转角处便见恒月等候多时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背对着我开口。外人只道风铃劳累过度，且受了风寒，可我也知道瞒不住恒月。臣妾自有办法，并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蓄谋已久罢了。叶晨已经收服了西南军。他缓缓转身看我，继续道：西北叶家与云家旧部较多，风陵的人都是些人面兽心之徒，没有识才。这个南暮云很不简单。我抬眼与他对视，叶晨不过不到17岁，而他的打法却如此老练，定然是有人相助。我只能想到那个只见过一面却深不可测的南暮云。你也是，他说，靠着大批药物，风陵终是熬过了严冬。春暖花开之际，他大手一挥，便要春猎。陛下又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了。我踮着脚给他系上披风，他却拦下了我的手。朕不需要，芝儿，朕可是师从你父。说着，他便顿了下来，看我没什么变化，又继续道：可别看不起朕的武功。他大步踏向狩猎台之外，大笑扬声道：今日猎得头筹者，朕赏黄金10000两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我坐在看台上，拢着披风，手捧热茶，神色平静地看着风铃远去的背影，好像在很多年前，我与大哥叶俊也曾这样骑马飞驰过。突然灵光一闪，似乎在记忆中确实一直有个消瘦又没有存在感的孩子，如我现在看着他一般，在后侧目光追随着我们。那个孩子在当年还是个无依无靠，只能依赖云家的4皇子。嘿嘿，突然喉头一痒，我猛地咳嗽一阵，我连忙拿出手帕捂着嘴。平复下来之后，手帕间赫然有一滩血迹。陈飞、恒月在一旁担忧地看过来，我不动声色地收起手帕，向他微笑示意自己无事。陛下。蓦地前方一阵骚动，只见风铃直直从马上坠落下来。我瞳孔一缩，便向那方跑去，虚拢的披风随风飘至后方。陛下，
陛下，我在他身侧，神色焦急，又要让芝儿担心了。他皱着眉，想要摸我的脸，却昏了过去。护送陛下回宫，我直起身对身后人道：春猎就这样还没开始便结束了。这次风铃昏睡许久，腿也骨折了几处。我趴在他床侧，他的手指刚动我便醒了。陛下别乱动。我按住他想要移动的身体。你一直在这儿吗？他虚弱地问我。陛下不醒。臣妾不安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嘿。风铃须握着拳抵在唇边，这样的眼神，朕以前只见你看过叶俊。闻言我没有搭话，脑中却并没有此番记忆，大抵是你不自知罢了。他又说：陛下累了。我放开他的手，便想离开。我不说了。他抓紧我的手不放，眼底却有着少有的脆弱。别走。我心中微动，却也没有再挣扎。如今臣妾只有陛下一人，陛下可要好好保重龙体。再次卧床的风铃终于开始不敢轻举妄动，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叶晨整顿完西南西北。可我却万万没想到，横越暴露了自己，还是以北狄细作的身份。风铃一怒之下，将他打入冷宫，并派车骑大将军出兵征讨北狄。如此一来，叶晨便独揽了西南西北大权。我突然明白他此举何意了。一群老迂腐。勤政殿外，我还未进门，便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咳嗽与暴喝。陛下，太医说过您不易动怒。我蹙眉走近，捡起门边的奏折，向案台移去。芝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西北之战有益？他凌冽的眼神扫过，那一瞬丝毫不负这些时日的温柔。西北之战的蹊跷，自哥哥以死明志之后，便在朝堂上愈演愈烈，以至于如今的风铃都快要压不住了。臣妾只知当年叶将军用兵激进，遭了埋伏。我轻轻将奏折放至案台。陛下，您是天子，何必为他们动摇？闻言，风铃的眼神柔和了许多。过来，他向我招手。我慢慢行至他身侧。戎朝对北狄知之甚少，这仗不好打。芝儿有何见解？他握住我的手，我看着他吟片刻道：前皇后处于深宫，不知前线局势，臣妾有办法让他绘出地图。此话当真？听此，风铃眼中一亮。我轻启点头。他给了我可以入冷宫的令牌，我吩咐不允他人跟随，他也应了。我畅通无阻地行至冷宫，大门关上，我走至横越身侧。娘娘，此时的她依旧一身红衣，却未施粉黛，满头青丝轻垂，透过她裸露手腕的边痕，我能猜到此前定是受了刑。叫我横越吧。她淡淡道：你很喜欢红衣。我说。他说我红衣好看。他答。我自然知道他指的是谁。其实你没必要这样。我坐在他身侧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如今叶晨势力逐渐强大，他确实没必要再暴露北狄。反正我也不是很想活了。他抿了抿唇，神情淡然的，仿佛在说：今日天气很好，你应当知道我今日前来所为何事。有纸笔吗？他抬眼看我，我点了点头。来时早就想过，所谓地形图应是在他脑中的。我看着他熟练的落笔，心中微疑。你当真是来做奸细？若戎朝要威胁我北狄，便是奸细。最后一笔落下，他轻笑道：难怪他有那么多渠道可以对外与叶晨勾连。云之。我拿起图纸，正欲起身，却被他叫住。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你和叶俊很像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蓦地转头看向他。何情散，亡灵谷，南暮云。横越朱唇轻启，短短9个字，便让我觉得如雷轰顶。
脚步动弹不得。他能猜到我给自己下了合情散，并不难。此毒可通过交合形式传至对方，乃伤己伤人的慢性毒药。风铃身边守备森严，从外下毒定然容易被发现，所以只有这个渠道可走。而自那次得知叶俊之死真相之后，我便想杀他了。可南暮云，他还活着。我的声音颤抖着，强忍着内心的激动，说出完整的一句话：现在已经死了。他轻言：你什么意思？我眼眶通红，有些猜测却不敢言。被人从烈火堆救出，只能用亡灵谷吊命些年。他的意志很强大，撑到了叶辰独立的一日。亡灵谷乃南疆巫术，可施术起来却痛苦万分，仿若万只亡灵啃食骨髓，痛入灵魂。我竟然还见过他一次，怪不得那人的声音嘶哑如丝，终日以面具示人，恐怕那面具之下已然面目全非。是不敢来见我吗？我连忙捂住嘴，胸口翻涌，唯恐又要吐血。由于亡灵谷，他昏睡了3年。3年之后，弟弟发配到了边境，妻子也入了宫。想到此处，我只觉心如刀绞。我倒是宁可他痛快地死在沙场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横越怜悯地看着我，地图前半部分为真，后方为假。风铃会打几场胜仗。我闭了闭眼睛，深呼吸几口，平稳心神，沉默片刻道：我知道了，后面便交给你了。他突然起身，带翻了身后的椅子。我与他隔空对视，而后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谢谢你，横越，谢谢你告诉我与他曾见过最后一面，也谢谢你为了大哥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后来我将图纸交与风铃，他果然没有全信，只派了1/3的兵力攻打试探，便大获全胜。他大喜一举，将我封为贵妃。再后来，我坐在窗边坐看云书时，收到了横越暴毙冷宫的消息。知道了，我淡淡挥手，影月便退下。他应该和哥哥见面了吧？风铃手中的大军得到鼓舞之后，便尽数入侵北狄。此时也正是叶辰揭竿的最好时机。定然是北狄再次大捷。风铃欣喜对我说：我磨琢磨不可置否。陛下，快说！陛下，北狄20万军队全军覆没。风铃的喜悦一瞬间僵硬在脸上。你说什么？他一把越过书桌，将来人拧起，眼眶通红，牙眦欲裂。来人没来得及发声，便被风铃拧断了脖子。他将人随手扔开，嘴角溢出鲜血，却半晌没有得到回应。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缓缓转过身子，眼底有着难以置信与痛楚。芝儿，这又吐血了，这次你怎么不来报朕了？你以前不都是会来照顾朕的吗？陛下，你累了。我慢慢走至他身边，仰头看着这个高大的帝王，在此刻是如此的狼狈。告诉朕，不是你。他咬牙切齿，回陛下，是臣妾。我神色淡漠。噗！他翻涌的鲜血再也没止住，直直喷在我脸上。我拿起手帕擦了擦脸颊，扔在地上。从入宫起，你对我的每一次触碰都让我无比恶心。我嘲讽笑着，心中一片释然，终于不用再演了。我的心中自始至终都只有叶俊，你心心念念要杀死的叶俊没有死在西北，他甚至教着他的弟弟已经攻到了皇城外。哈哈哈哈！笑着笑着，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你这个贱妇！他一巴掌将我挥倒在地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件开心的事，其实那20万大军没有全军覆没。我擦了擦嘴角道：你什么意思？他凝眸怒视，只不过是叛变了而已。我轻巧说出他最不能接受的事实。
恒岳以暴露自己为由头，将风陵手下的兵力调转北狄。先生的几场不过是做戏而已。而此时，车骑大将军手中的兵半数都归成了叶辰，就允许你勾结西戎，害死叶俊，便不准我与北狄结盟，拉你下马。我仰着头，轻蔑地看着他，你知道吗，风陵，你不配，不配得到爱，不配得到臣子的忠心，不配做这个皇位。你闭嘴！他青筋暴起，大喝着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，他再也没力气支撑身体。来人！绝望的滋味如何？我缓缓起身，走至他身前蹲下，如以前他每次掐我一般，扼住他的喉咙。不是喜欢我的身体吗？你可知越美的花越是有荆棘，而它最好的报复是美丽。我眼神逐渐阴鸷，仿若有烈火想要灼穿他。我逐渐收拢手指，他的眼睛越瞪越大，充满了不甘与恨意。到底还是没了武功，且人在濒死时产生的爆发力，竟让他伸手抽出软剑，刺穿了我的胸口。噗！我一只手捂着剑尾，掐住他脖颈的另一只手失了力气，缓缓滑落。而强弩之末的风铃在击中我之后，也已重重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。见此，我泄了力气，颓然地躺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任由鲜血浸染我的衣袍。应该是成功了吧？嫂嫂，少夫人。朦胧间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，好熟悉称呼，是夜色。他们可是在叶俊离开后，我一手带起来的。目光开始涣散，我知道死神已经在我身侧徘徊。真累啊！哥哥与恒岳好像在我眼前并肩而立，对我招手。父亲又训斥他了，母亲赶来打圆场，还有文灵儿，他竟然真做了个厨子。眼皮越来越重，闭眼的瞬间，我看到叶辰带着众人破门而入。那与叶俊酷似的身影，让我恍惚间又见到了多年前那个与我在教场比试的叶家大少，那个爬我墙头对我说武将家的女儿值得最好的桀骜少年，那个新婚之夜惜我年幼与我合衣而眠的温柔丈夫，那个出征前夕让我等他回来的叶少将军。那时的他意气风发，鲜衣怒马，没有成为朝堂阴谋算计的牺牲品，眼里还有着属于17岁的骄傲与光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